151章改造火星。要在火星上建立人类的生存环境，首先必须解决呼吸问题。这里的大气结构，人类根本无法直接呼吸。除此之外，还要解决温度、气压以及最关键的水。人的身体有超过 75% 由水构成，水对人类，对所有生物来说都是最重要的资源。根据资料显示，火星在远古时期曾经存在过水。那么，这些水如今究竟去了哪里？安晨宇不断搜索如何让火星成为宜居星球的相关信息，最终他在数亿年前的管理日志中找到了水源的去向。原来，当年先知星人离开时，把能带走的资源都收了起来，其中就包括水源。因为水里还存在许多生物，他们把这些水和动物一并存放在引力子超空间中。这种空间的能量来自生物引力能。只要星球本身不爆炸，这种能源几乎无穷无尽。不过时间在其中是不规则的，火星表面过去了46亿年，引力子超空间里却可能只过了46天，也可能是460亿年。那里面就像一个混沌的宇宙缩影，分子无规则的变换，时间也随之失去规律。火星现有的地貌并不适合居住，必须重新塑造。安晨宇选择了一种网状低沟回流式的地貌结构。在庞大的引力生物能推动下，火星开始剧烈震动，地面不断裂开，一道道沟渠交织成覆盖全星球的巨大网络，烟尘滚滚。如果此时有生物，必定被呛死。随后，一个峡谷中出现了直径数百米的巨大裂口，水源从裂缝中不断喷涌而出，水流迅速注满了低洼的沟渠，并继续上涨，直到稳定。火星不再只是单调的红色，而是呈现出红与蓝交错的条纹。这里的土壤特殊，必须借助植物来改良。安晨宇投放了先知星人专门用于改造星球的植物种子，这些小型生物飞行器从基地飞出，不断向火星表面喷洒种子和藻类。这些植物极为强悍，短短几天的光合作用，就能让整个星球布满绿色。它们的生长速度快得惊人，就像快进的影片一样。几天之后，火星已经彻底变了颜色，树木拔地而起，藤蔓纵横交错，花果纷纷生长。短短数日，火星仿佛变成了一颗覆盖原始森林的星球。不过，暂时还没有陆生动物，火星的温度依然太低，白天最高只有20度，夜晚有些地区却能降到零下几十度。于是安晨宇向太空发射了3台热能转换器，让它们以正三角形的轨道围绕火星运转，这样星球温度逐渐升高，接近地球水平。随后又播撒了能释放气体的特殊植物，这些植物能让火星大气逐渐加厚，形成温室效应。1个多月后，大气将变得适合人类呼吸，到时再清除这些植物即可。最后一个难题是火星的磁场，没有磁场就无法抵御太阳风辐射和宇宙射线。计算机先确定火星核心的位置，再利用空间转换技术不断注入金属。随着检测的持续进行，几天后磁场开始增强。2个月后，火星的磁场强度与地球接近，南北极的磁对流环境逐渐形成。经过数月的不断改造，火星终于具备了适合生存的环境。若仅靠人类自身的科技，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十万年，差距之大，令人叹息。此时的火星已经完全被绿色植物覆盖，网络状的河流纵横交错，就像地球南美的热带丛林。清澈的水中有鱼虾游动，还有一些温和的水生动物。气温白天30度，夜晚零下几度，人类已能适应。大气结构与地球类似，氧气含量更高，空气清新异常，土壤也会随着时间逐渐改善。环境差不多了，现在人类终于可以迁居。然而火星上并没有建筑，先知星人曾经使用植物构筑建筑群，但人类很难习惯。如果现在重新建造城市，不知道要耗费多久，而且这里也缺乏合适的材料。安晨宇想到了天狼星座文明遗留的那个地下基地，如果能把它搬到火星上，就能省下无数工序。于是他决定执行这一疯狂的计划。那个基地面积足有1200万平方公里，如何把它整体迁移过来，这需要极为复杂的技术与顶尖的文明科技，而这些细节恐怕只有安晨宇心中才有答案。152章搬运地下基地去火星。整个地下基地面积达到1200万平方公里，基座厚达数里，使用的是从多个星球收集来的特殊材料，
基地内部更是林立着200多层的高楼，如果使用空间折叠技术，根本无法完成这样的庞大转移，即使换成超空间传送技术，也无法传送如此巨大的体量，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空间转换技术，虽然空间转换也有极限，但在足够的能量和计算机运算支持下，转移100万平方公里的空间还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安晨宇决定把基地分成12份，分12次转换，先把它们逐一转移到月球基地附近，再进行组合。当然，也可以保持分散的形态，不必重新组合。他猜测，当初这个基地之所以能被安置到地球地下，也一定有8级甚至9级文明的帮助，否则仅凭一方之力，根本不可能完成这种庞大的工程。不过，那时不知道有多少外星人和飞行器在协助，而现在只剩下安晨宇一个人，这份任务注定异常艰难。都是那些罗兹人，他心里暗骂，要不是他们用计算机把地球锁定，只需调整一下水源和磁场，就能让地球继续适合人类居住，根本不必折腾到火星来。幸好他们没把火星也锁死，现在火星的改造已基本完成，不需要再多操心。安晨宇驾驶宇宙飞船启程返回，这些先知星人的飞船虽然不是大型舰艇，但全力飞行下，几个小时便能从火星回到月球。对他来说，这样的速度已经足够，毕竟先知星人从未以发展科技为主，若他们直接动用生物能，1秒钟就能跨越这段距离，科技反而成了可有可无的辅助品。回到月球后，通讯器里传来罗蒙的声音，晨宇哥，火星那边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吗？有用的资源不多，但火星本身很有价值。安晨宇回答，那里已经成了第2个地球，下一步就是把基地搬过去，在那里发展人类文明。说完，他走下飞船，望着月球基地，这里没什么变化，只是少了3000多人而已，在数千万的人口规模里，根本不显眼。搬基地，王战皱着眉问，搬的是哪个基地？无论哪个人类都做不到啊。当然是地球地下的那个基地。安晨宇答，一到火星，人类就能继续生存，那本来就是先知星人的领地，而且火星我已经改造好了。什么？连苏悠然都惊呼出声，赵主席和10几位将军面面相觑，一时说不出话。移民他们可以配合，但移动整个基地，这根本不是人类应该考虑的事，在人类的科技体系里，几乎没有任何可行性。就像是天方夜谭，安先生这不会是开玩笑吧？赵主席迟疑地问。安晨宇摇头，当然不是，地球被罗兹人的计算机锁定，但火星没问题。移动基地的事不用你们操心，虽然麻烦，但总能慢慢解决。事实上，他心里清楚，若能量足够，他完全可以瞬间摧毁罗兹人的计算机，也能直接把整个地下基地转移到火星上，甚至就连月球，他都能瞬移过去。可惜，现在的能量连1%都不到，只能一步步来。我会把基地分成12份，逐一移动到火星。问题是，你们希望他们分散成12座城市，还是继续组合成一个整体？安晨宇把选择权交给了人类，毕竟未来要在火星上发展文明的是他们，他不想过多干预。众人一听，顿时为难。安童带着20名将军开会讨论，结果很快分成2派，一派支持整合，另一派支持分散。整合的好处是遇到紧急情况能集中应对，而分散则能让各地独立发展，又有通讯与高速交通做保障。最终，大家把决定权交给了安童，他思索后说道，既然条件便利，我赞成分开12个城市，这样更利于发展。若有特殊情况发生，我们还能再重新组合，只要在同一颗星球上，问题都能及时处理。就这样，决定最终拍板，12座主城将平均分布在火星表面不同位置。对人类来说，这是个简单的选择，可对安晨宇而言，这将是一场巨大的工程。153张主城基地成功到达火星，在搬运地下基地的过程中，最大的难题是，基地里还居住着数亿人，他们无法在太空中呼吸和生存，必须建立完善的防护。首先，需要为每个分离后的主城建立防护罩，这个防护罩必须维持恒定的温度和气压，还要稳定空气循环。于是，安晨宇设计了12套空气净化循环系统，为每座主城独立供给空气。其次，还必须加装另一层更强大的屏障，在驶向火星的过程中，
太阳辐射和宇宙射线随时可能将基地摧毁。原本只要有一级权限，它就能调动庞大能量直接进行空间转换，将基地一瞬间送往火星，但如今权限受限，它只能一步步想办法把基地缓慢拖往火星。这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安晨宇回到地下基地后，让所有人返回住所，他操控主控计算机，开始将12个主城逐一分离。原有的连接通道全部废弃，但材料没有浪费，都被机器人拆解，融入基座结构中。分离完成后，他将地下主控计算机与月球基地的主控机连接。虽然月球那边没有一级权限，但地下计算机在他掌控之下，很快被设置为月球基地主控的分控系统。大量能量从太阳能源吸收器汇入，由月球基地的10级文明生物计算机承担主要运算，如此才得以驱动100万平方公里的空间转换。单靠5级文明的计算机根本无法承受。12座主城原本自带防护罩，足以抵御射线和维持环境。安晨宇又命机器人将罗兹人遗留下的电磁材料分成12份，制成电磁能量屏障，环绕在每个主城周围。此外，他还利用月球基地的生物计算机，在最外层加建了一层生物防护罩，这层屏障能稳定3年，足够支撑抵达火星。为了这一切，他耗费了8个月，才将12座主城逐一转移到月球基地附近的太空。安晨宇随即展开了拆迁工程。月球基地本身等级过高，人类根本用不上，干脆将其拆解，作为物资搬运到12个主城。无数机器人日夜拆卸，他亲自监督。人类士兵负责把能用的仪器和材料搬进主城。主城内部配备了空间折叠技术，根本不愁没有存放空间。月球基地的主控机原本负荷过大，20年内必将因连续能量爆炸而毁灭。如今借助10级文明生物计算机的分担，危险彻底解除。3年拆迁后，月球基地大部分系统被关闭。最后，安晨宇甚至用暴力手段拆下了主控计算机。虽然损坏了不少功能，但能量控制核心被保留下来，这正是人类最需要的部分。此刻，月球基地几乎完全报废，数以百计的宇宙飞船拖曳着12个庞大的主城，如同牛车队一般，缓缓驶向火星。起初速度缓慢，能量供给吃紧。安晨宇命机器人在主城外围建造无数推进器。几天后，推进器开始稳定运转，能量逐渐跟上，速度不断提升。几个月后，这支庞大的星际车队终于抵达火星。数十亿人同时松了一口气，他们已经在太空中度过数月，日日提心吊胆，只要出现一点意外，这么庞大的人口都会化为乌有。赵主席与10几位将军更是担忧至极。如今总算安然无恙，火星的3维影像被打开，每座主城的降落位置逐一选定，反引力系统启动，庞大的城市群开始缓缓下降。若没有反引力辅助，这12座100万平方公里的城市砸到火星表面，恐怕会直接把星球击碎。如今的火星已是满目绿色，人类望着眼前的景象，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火星，比地球更适宜居住，空气清新，充满生机。主城最终降落在覆盖植物的土地上，压断了无数花草树木，但这已无可避免。随着12座基地全部落地，3层防护罩全面展开，60亿人类再次踏上了真正的地面。消息一出，整个星球沸腾，人们狂欢、欢呼，甚至泪流满面。不少人冲出城市，奔向丛林般的原始大地，拥抱久违的自由。将军们并未阻止，他们知道这里没有危险，也理解这份喜悦。他们自己也同样激动，注视着丛林中狂欢的人群，感受着人类重新踏上新家园的热烈气息。154章重建火星家园。晨宇哥，这里真的是火星吗？罗蒙望着眼前如同原始丛林的景象，依旧有些不敢置信。是啊，安晨宇点点头。也许在几十亿年前，这里就是这样。如今，它重新恢复了生机，人类终于可以在这里继续发展。作为第一块移民的土地，他看着周围激动的人群，却没有太多情绪。他走过太多文明，看过无数类似的场景，早已失去了热血般的冲动。罗浩天望着这片绿色，有些灰心。高等文明的科技太强大了，短短时间就能把荒芜的星球改造成这样，而地球人的科技怕是永远追不上。他是最懂科技的人，自知差距有多么遥远。人类若要靠自己做到这一步，
恐怕得等上万年，甚至数百万年。他不认为自己能活那么久。安晨宇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独自走向火星表面，想亲眼看看这片新世界是否真的完美。哥别灰心，罗蒙拍了拍哥哥的肩膀，只要我们还有信念，就有希望。我们有文明引导者，也有晨宇哥的帮助，未来我们也能改造星球。对啊，王战哈哈大笑，我们不是说好要做文明的先锋吗？连火星都来了，银河系还远吗？别杞人忧天了。苏悠然更是乐观，走吧，别想太多，亲眼去看看新家园吧。众人被他一笑带动，纷纷跟着走出基地。当他们踏上火星表面，第一口呼吸到的是清新自然的空气，植物释放的氧气浓郁，几乎像吸纯氧，让人浑身舒畅，神清气爽。刘亚薇和几个年轻人更是兴奋，直接冲进了森林里。他们还年轻，充满活力，急切想拥抱这片久违的土地。十几位将军站在原地，看着这群年轻人，脸上满是笑容。虽然他们的身体因科技而年轻，可心态早已沉稳，只是静静注视安先生，这里的水从何而来？赵主席疑惑地望着纵横的河流，我们探查过火星，根本没有发现水源，这些水源早在先知星人离开时就被用特殊技术收了起来。你们当然找不到，安晨宇淡淡回答。现在我只是把他们释放出来而已。火星本就是他们的补给站。他环顾四周的植物，暗暗点头，先知星人的生物科技极为发达，才能让贫瘠的土壤滋养出如此繁盛的森林。人类并不想永远待在金属城市里，星球式的居住环境更贴近生命本质，于是他们开始调整新的生活秩序。基地里储存的温顺动物被释放出来，自由繁衍在火星表面，而那些危险的生物则继续关在捕猎区。在主城周围，人们又建立了小型基地和建筑群，逐渐与火星环境融合。所用科技比地球自身发展先进了数倍，但并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这让人类科学家放下了最大的担忧。日复一日，12座主城不断释放材料，人们开始在火星上修建新的建筑群。虽然建筑理念达不到5级文明的高度，但在人类建筑学家的学习与模仿下，他们的水平提升很快。这些建筑不像地球的砖石结构，而是材料坚固，并融入了反引力技术，楼群之间四通八达，互相连接，既美观又牢固，不会倒塌。在新的环境中，许多10几岁的孩子立志要成为科学家。几年后，不少20岁的年轻人已经兑现了承诺，加入了科研的行列。机械化生产全面交给机器人，人类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科研、医疗、管理和军务。智慧和创造力成为文明前进的核心动力，整个人类文明正在飞速转型，这正是安童作为文明引导者多年努力推动下的成果。155章太阳系到底怎么了？文明社会的转型从来都需要漫长的时间，就像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历经了数千年，可如今人类却在短短几年内就基本完成了向适合在宇宙中生存的新社会形态的转型。这固然有安晨宇的推动，但安童仍然感到欣慰，毕竟人类这一步跨得太大了。他把这种新形态的社会定义为地球情感文明社会。他这样命名有2个原因，第一是为了纪念人类文明从地球走出，第二是为了提醒人类，当下的文明以情感为主，必须强调互帮互助，彼此关爱与关心，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迈向更高等级。这次社会转型与货币的消失有着密切关系。从最初移民地下基地开始，食品、衣物、日用品等都按需分配。灾难的过渡期使现代人对金钱的执念逐渐淡化，在生存本能的驱动下，人类已不再把金钱看作生命的支柱。毕竟，那些抱着金子沉入河底的人，终究只是极少数。随着移民完成，社会还开设了面向不同年龄段的讲堂，讲解人类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以及未来的责任与方向。人们尚未完全适应，就迎来了火星移民计划。几年下来，人类几乎已经彻底忘记货币的存在，结果是人类逐渐习惯了无货币社会的生活方式。货币的取消改变了整个人类的集体观念。过去人人追逐金钱，如今没有了金钱，那又该追逐什么？信仰固然能支撑精神，却不足以成为生活的全部。因此，社会引入了新的引导概念，比如
鼓励年轻人成为科学家，以便探索其他星球与生命。又比如不喜欢学术的人可以选择参军。如今军队不设年龄上限，只要满18岁且体魄强健就可加入，毕竟人类经过改造，就算70岁的老人也能强壮如牛。军队对所有人开放，但纪律却更加严格。通过这些引导，人类逐渐将追求目标转向新的方向，从而在管理与思想层面上提升了一步。社会转型完成后，人类终于算是正式跨入了1级文明，无论在管理还是科技层面，如今的人类才真正称得上文明的开始。哥，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安童疑惑地看向陈宇。整个太阳系如今只剩地球上还有少量人类栖息，四周寂静无声。按理说，数千年的人类发展，应当能看到不少大型文明的飞船经过，可这里却空无一物，宛如一片死亡区域。我也不清楚。陈宇摇头，当我沉睡时，太阳系或许还不存在，但银河系显然发生过某种灾难，甚至可能波及了多个星系，不然不会留下这么多荒废的基地。人类的存在，也许只是某个高等文明留下的种子，希望人类能重新建立文明帝国。不过，这种希望太渺茫了。他停顿片刻，叮嘱道，无论如何，先让人类在火星安定发展。这次我不得已才推动文明进程，否则人类文明可能早已湮灭。以后你在引导文明进步时，要格外小心。有些东西不该存在，就必须坚决抹杀，不能留情，否则文明将会陷入危险。我明白。安童点头，他的声音冷静到近乎没有人类情感。此刻的他似乎已不像是凡人。赵主席他们以为安童仍是普通人类，看来是有些误差。过段时间我要去冥王星一趟。陈宇目光微凝，那里很危险。秦始皇的飞船还没降落就被击毁，那地方可能关着某种存在，或者隐藏着秘密。看来太阳系并不安全。陈宇虽无惧任何事物，但此刻他的能量只剩下 0.1%， 微乎其微。他绝不愿再次消耗殆尽而陷入沉睡。秦始皇，安童想起什么，轻声笑了。悠然让我修复的数据库圆球，就是他的吧？我看过里面的资料，他们的文明是以战争为核心的3级文明，靠不断掠夺生物星球来进化，但这种模式很难继续向高阶文明前进。虽然他们的生物改造能力颇有意思。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自己在大学时还曾读过许多关于秦朝的历史，对这位一统中国的皇帝心怀崇拜。如今才知，他竟是战争为本的高等文明生物，难怪能让数百万大军如臂使指。想到这里，安童自嘲地笑了。几年前，他还在北京读大学，过着乖乖女般的普通生活，想着未来嫁人生子，平淡一生。谁能料到，如今他竟站在火星上，指挥全人类的进化。若有人当初告诉他这一切，他一定会认为那人是疯子。宇宙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无论人、星球、星系，亦或分子、原子，一切都在不断改变，唯有不断适应，才能继续生存。适者生存能够延续下去的，不一定是最强壮的，也不一定是最聪明的，而是最能适应环境变化的。156章动物加植物等于动植物。火星基地的建设，如今已经不再需要将军们操心，主要事务自有研究员和科学家安排妥当。悠然呢？宋将军透过通讯器向王战问了一句。不知道，好久没见他了。宋将军又打开群体频道，依次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没见过他，不清楚。终于，罗蒙给出一个明确答案。悠然好像一直待在生物实验室里。好，我去找他。宋将军心里一紧，已经2个月没见过苏悠然，他完全不知道外孙女在搞什么研究。他联系了实验室的管理人员，边走边问，悠然在里面吗？在的。苏将军已经2个月没出来过了。一名管理人员答道。2个月没出来？宋将军皱起眉头，低声嘀咕，他又在搞什么东西。当他推门走进实验室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差点昏过去。有的动物身上长满草，有的动物背上开出了花，甚至还有动物的身体挂满了果实。这是动物还是植物？宋将军惊愕不已，忍不住质问。啊，外公，你怎么突然来了？吓我一跳。苏悠然正透过显微镜观察，猛然听到声音，吓得转过身，
吓你一跳，你才吓我一跳。宋将军指着那些怪异的实验体，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动物还是植物？这些是动植物。苏悠然认真想了想，才给出答案，动植物。宋将军一愣，还有这种生物？我从先知星人的资料里找到一些关于植物在特殊环境下生长的数据。我试着把植物的基因注入动物的表皮细胞，再利用动物体内的生物能给植物提供能量，结果成功了。他摊了摊手，不过我还没想出它的真正用途。这些资料太高级了，我能看懂的只有一点点，还是安童姐姐帮我翻译出来的。可她也只理解一小部分。宋将军皱着眉，植物长在动物身上，这些高等文明的人是脑子进水吗？能有什么用处？用处可多了。苏悠然立刻摇头，比如可以当武器，可以做间谍，还能改变星球上的生物链结构。武器？宋将军差点笑出声，这些东西能当武器，他们又打不出子弹，虽然不会射子弹，但比子弹还可怕。苏悠然解释，比如一种特殊的草，可以种在水鸟身上，雌鸟身上是 A 级草，雄鸟身上是 B 级草，只要雌雄水鸟一起入水，两种草就会通过水反应，生成一种精神类病毒，污染整个水域，精神力弱的生物只要喝下，就会精神错乱，最终死亡，而且这种病毒还会传染。他轻描淡写地说，宋将军却听得背脊发凉。他想起月球基地时那场生物孢子病毒造成的惨剧，短短2天就让3000多人无声死去。想到这里，他额头冒出了冷汗。悠然，你不会真打算用这些东西当武器吧？宋将军声音里透出担忧。当然不是。苏悠然摇头，这些东西还有很多别的用途，只是数据太少，我还没研究出来。而且外公不觉得这些动植物挺有观赏性吗？说着，他忽然想起，对了，外公，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这些实验你慢慢搞，只要别闹出乱子就好。今晚家里要开个聚会，一家人很久没坐在一起了。宋将军正色回答，好啊，我也很久没见到爷爷和爸妈了。苏悠然笑逐颜开，转身去收拾。悠然的实验数据都备份了吗？宋将军低声问身后的保镖，他做的所有东西我们都双层备份了，绝对没问题。保镖立刻回答，好，走吧，出去等他。宋将军点头，带人离开实验室。10几分钟后，苏悠然换上一身军装，提着一个大盒子，高高兴兴地跟着外公走了出来。他心里清楚，自己的实验全程都被监控，这些肯定是外公授意的，所以他干脆把所有数据完全公开。至于这些成果如何使用，自有外公他们去处理。他自己不想掺和，反正就算有天塌下来的危险，还有安童姐姐和安晨宇撑着，他一点也不害怕。晚上的聚会在他的将军府举行，苏悠然身为上将，自然有自己的府邸，他的爷爷苏老爷子也住在这里。其实以苏老爷子的威望，本可继续掌权，可他劳累了几十年，心生倦意，于是选择退下来，在家中养花种草，做些自己喜欢的事。身体虽已被科技改造成年轻人，可心态依旧像个老人。爷爷，苏悠然看到苏老爷子，兴奋地扑了过去。157章家庭聚会，呵呵，悠然啊，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是不是很忙啊？苏老爷子笑呵呵的，抱住苏悠然，满脸宠爱的问。没有啦，我一直在给爷爷准备礼物呢。苏悠然说着，把一个大盒子推了过来，这是我送给爷爷的礼物哦。好好好，让爷爷看看悠然送的是什么。苏老爷子笑着接过盒子，刚打开，一只黑色的大狗猛地蹦了出来。这狗很像西藏的藏獒，却又明显不同。这是藏獒？苏老爷子惊讶地问。是啊，爷爷，你不是最喜欢这种狗吗？我就弄了一只，它特别聪明，能听懂人话，等长大后比牛还要大，打几只狮子都不会受伤，而且它很听话的。爷爷你喜欢吧？苏悠然兴奋地摇着苏老爷子的手臂。苏老爷子嘴上笑呵呵地说喜欢喜欢，心里却暗自吃惊，比牛还大，能干掉狮子还不受伤，这怕不是普通的藏獒吧？难道是实验造出来的？宋将军等人心里也清楚，这狗肯定是苏悠然的动物试验品，但既然是家庭聚会，他们也没多说，只是暗自提醒自己，以后得小心些。这场所谓的家庭聚会，其实远比家庭热闹。刘将军一家、罗家、王战一家，还有几位老将军的家人，全都来了。光是人数就有几百人，与其说是聚会，不如说是一场核心层的团圆会。大家约定不谈公事，只是彼此交流感情，毕竟平时都忙着在基地里工作，现实里难得见面。
孩子们的父母也希望他们趁机多交流感情。如今人类已进入宇宙生活，私人的感情反而被淡忘了。这些家庭的儿女多已20多岁，虽然寿命延长了，但父母仍然希望他们能在这里找到伴侣，毕竟能参加聚会的家庭都是基地的核心层，如果彼此联姻，那就是强强联合，前途无量。而孩子们也懂父母心思，倒也试探性的交往着。不过在场却有一个小圈子无人打扰，这个小圈子里一共有7个人：刘雅薇、刘雅梦、王湛、苏悠然、罗蒙、罗浩天、安晨宇。他们是安晨宇的永久追随者，与他关系最深，尤其是刘雅薇和苏悠然更是他的左膀右臂。至于安童，他不能融入这个小圈子，作为人类文明的引导者，他必须以群体为重。他与安晨宇的交流全靠思维沟通，旁人根本察觉不到，于是他更多的与那10几位老将军增进感情。毕竟未来还需带领他们，在这些老狐狸中，刘将军和宋将军的笑容最为灿烂，众人心知肚明，却也都尽量与他们建立更深关系。而聚会的焦点自然就是那6个穿着上将军军装的年轻人，他们围绕着安晨宇，格外引人注目。晨宇哥，听说你很快要去冥王星，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啊？刘雅薇坐在安晨宇左边，挽着他的手臂，撒娇似的开口。对啊对啊，这里天天搞建设，太无聊了，我也要去。苏悠然在右边也跟着起哄。他虽然知道冥王星危险，秦始皇的飞船就是在那里被击毁的，但他依然想跟着冒险。在他心里，安晨宇就是宇宙中最高等级的生物，没人能威胁到他，跟在他身边，比留在火星更让人安心，也更有趣。安晨宇看了看刘雅薇，又看了看苏悠然，再环顾其他几人，他能感觉到，他们心里同样充满了期待。秦始皇毕竟只是3级文明的飞船，虽然被击毁，却还能迫降地球，说明冥王星的危险并非不可承受。而且就算危险真的极大，他也有把握保护所有人安全。他的能量等级高得吓人，就算宇宙中的10级文明同时攻击冥王星，他若释放全部能量，也足以保全他们。好吧，你们谁想去就跟着一起，带你们去玩一圈。安晨宇沉吟片刻，最终答应。这下不仅刘雅薇和苏悠然笑逐颜开，其他几人也全都兴奋起来。毕竟火星上的基础建设枯燥无趣，他们这些年轻人当初被迫带上上将军军衔，只是为了应付庞大的移民任务。如今局势稳定，他们年轻的心性自然再次显露。比起在火星上建设星球，他们更渴望去探索不同的星球、不同的文明、不同的世界。158章启程冥王星。原本安晨宇一个人前往，不需要改造宇宙飞船，可如今又加入了6名成员，他们都是普通人类，无法直接在宇宙中生存，也难以适应恶劣环境，因此必须专门制造一艘适合长途旅行的新型飞船。虽然人数只有6人，但生活物资必须齐全，一旦抵达陌生星球，如果缺乏储备，那时就会束手无策，一切准备必须提前完成。如今建造飞船已不再困难，安晨宇手里有大批材料，其中大部分来自月球基地的拆解。此时的月球几乎已被拆空，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孤零零漂浮在宇宙中，显得凄凉无比。安晨宇凭借强悍的设计理念、源源不断的材料以及日夜不停的机器人劳作，仅用1年半时间，便建成了一艘小型太空航空母舰。这是他下令所有机器人24小时赶工的结果。1年半看似漫长，其实不过400多天，眨眼即过。而且造出的不是普通飞船，而是一艘功能齐备的航空母舰，足以支撑长时间的宇宙航行。这艘飞船配备了最先进的空气循环系统、重力与反重力系统，还有自动化的蔬菜、水果种植基地，以及动物养殖系统。核心计算机由安晨宇亲自设计，运算速度已接近8级文明水平，能源系统更是逆天。同时拥有4套动力连续核子爆炸装置、反引力子推进器、起点爆炸无线能量供应，以及10级文明的物质能量抽取平衡系统。这4套能源几乎等于无限供给，理论上，只要计算机能跟上，飞船就能在宇宙中永远航行，不可能因能量枯竭而停下。防护罩同样先进，采用9级文明的网络旋转能量屏障，只要能量跟得上，就能抵挡一切攻击。哪怕恒星爆炸，其威力也仅及其1/3。攻击系统相对简单，只有蜂巢是能量压缩发散弹，
但在无限能源支持下，这已是最实用、最可怕的武器。与此同时，火星也改用新的年历，火星一年相当于地球的687天，第一年被定为火星元年，如今已经是火星4年。考虑到旅程危险，安晨宇还为刘亚威等6人进行2次生物改造，他们的能量吸收方式、细胞结构与基因链条都经过重新调整，表面上仍是人类，但本质上已经彻底不同。他们可以直接吞噬能量球补充体力，断肢可在数十分钟内重生，就算身体被撕裂，也能快速恢复。可以说，他们已不再是人类，而是6个怪物。火星4年，安晨宇带着这6人，驾驶小型太空航空母舰，正式启程前往冥王星。这次旅程足足拖延了2年才出发。安大哥，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冥王星？王战一边看着窗外的星空，一边问，想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到，最快的话，瞬间就能到。安晨宇淡然回答，此时正陪着苏悠然打游戏啊，这么快？可这里距离冥王星有数亿公里啊！罗浩天在通讯器里忍不住惊叹，随即想到安晨宇的强悍，也就释然，不着急，慢慢开，最好几年以后再到。苏悠然笑着插话，他正玩得起劲，可不想那么快结束旅程。刘亚威也一边玩一边点头附和，结果整艘飞船的娱乐系统被彻底变成了他们的游乐场。这些立体游戏是苏悠然参考高等文明的模拟实验改造而成，真实到惊人，自然让人沉迷。安晨宇无所谓，一向随他们胡闹，在众人的要求下，飞船硬是用了2个月才抵达冥王星。到达时，罗蒙还嫌飞得太快，完全沉迷在游戏的世界里。那个就是冥王星的卫星吧？秦始皇当年就是在那儿被击落的，对吗？要不要派机器人先去探查一下？苏悠然望着远处的卫星问安晨宇也好，先派机器人去看看，确认有没有危险。安晨宇依旧没有反对，对他们的提议一向全盘接受。159张卫星上的攻击武器。安晨宇话音刚落，一个小型机器人探测器便朝那颗卫星飞去，显然这又是苏悠然的手笔。探测器上装有摄像头，可以实时传回外部画面。然而还没等探测器降落，就被一道攻击光束轰成了碎片。3维屏幕上忽然绽放出一团烟火，吓得刘亚威和几人同时一惊，他们正聚精会神地观察，没想到突如其来的爆炸让人心头一颤。安晨宇却早已预料到这种结果，飞船探测器早就提示过卫星上存在危险能量，他只是顺势让探测器上去放烟花，毫不在意啊！怪不得秦始皇差点丧命，这里果然有攻击性武器，好危险啊！刘亚威拍着胸口，惊魂未定，别提那个倒霉蛋了，我们还是想想怎么上去。罗蒙皱着眉，把目光转向安晨宇，当然是直接开过去喽。苏悠然毫不犹豫地回答，什么？直接开上去？那不是找死吗？我们会被打成烤鸭的。王战立刻反对。苏悠然笑了，嘿嘿，你以为晨宇哥的飞船是垃圾？这艘飞船的防御力，就算冥王星爆炸，也绝对不会有事。更别提这种小打小闹，他曾参与过飞船的部分制造，虽然连1%都没看懂，但防御力的核心机密，安晨宇还是对他解释过。安晨宇没有多说，直接操控飞船朝卫星飞去。这下，不光刘亚威等人紧张，连苏悠然自己也不免心跳加速。虽然他知道飞船坚不可摧，也信任安晨宇，但毕竟这是第一次直面攻击，若飞船真出事，那他们就成了太空烤鸭。然而，飞船顺利降落在卫星表面，未受到任何攻击。咦，怎么回事？罗蒙皱眉不解地问。他明明亲眼看见机器人探测器被击毁，你们以为那种垃圾探测系统能发现我制造的飞船吗？安晨宇轻描淡写的解释，这艘飞船的外壳与计算程序融合了7级文明空影星人的隐形与反探测技术。空影星人虽然只是7级文明，却因隐形技术出众，能避过10级以下文明的大多数探查。他们以四处漂泊，偷窃文明技术与资料，闻名于宇宙。宇宙里竟然还有专门以偷盗为主的文明？刘亚威惊讶地问。当然，宇宙中有无数文明形态，我见过的以偷窃为主的文明，至少有50个以上。安晨宇淡淡说道，这话令众人心头一震。光是偷盗文明，他都见过几十个，这说明他存在的时间早已无法用数字计算。我们的见识还是太浅了。罗蒙忍不住感叹。忽然，刘亚威瞪大了眼，
天啊，这里的温度也太低了吧，零下192度，什么？零下192度？我的天啊！这种温度我根本撑不了多久。王战也惊叫，在场的人都打了个寒战，零下近200度，普通人类早已瞬间冻成冰雕，可王战还说撑不了多久，足见他们的身体早已不再是普通人类。温度确实低了些，我派探测器探查一下。很快就离开，安晨宇启动了机器人系统。这些探查机器人采用先制星人的特殊材料制造，足以抵御极端低温。屏幕立刻传回画面，厚厚的冰层覆盖着地表。忽然，警报响起，画面中一个直径约2米的黑洞显现，洞口漆黑深邃，看不清内部情况。那就是攻击武器的发射口。随着机器人继续探查，冰层上不断显现出更多黑洞。原来卫星上布满了这样的攻击口，众人终于明白，正是这些密布的洞口形成了卫星的防御网。果然，这里只是守护点，真正的问题在冥王星上。安晨宇沉声说道。说罢，他让飞船启动特殊波段扫描，果然在虚拟球体上呈现出无数发射口，密密麻麻。你们等着，我去看看，很快回来。安晨宇说完，身影一闪，直接离开飞船，遁入地面。刘亚薇瞠目结舌，地面完好无损，可安晨宇却直接消失在冰层下。这是什么技术？罗浩天耸耸肩，这个嘛，你只能去问安大哥了，我们知道的太少。其他几人也点头附和，他们都以为安晨宇仍是人类形态，若是知道他已是纯能量体，或许就能理解这种不可思议的场景。纯能量体是极其高级的存在形式，连安童如今也无法做到，不是因为等级不足，而是能量不够。160张安晨宇的好运。安晨宇下到地下后，看见了一套高级的星球网络卫星防御系统，他眼中闪过光芒，并不是因为系统本身，而是因为这种系统需要纯净能量长期维持。既然这套系统能支撑数亿年，那么这里必然还储存着大量纯净能量。想到这里，他心情大好，看来又能饱餐一顿了。他迅速找到防御系统的主能源供应处，那是一个结合生物能文明与机械文明的防护罩，需要权限才能开启。这里怎么会有2种文明的防护罩？安晨宇心中一动，7级的机械文明，8级的生物能文明，这种混杂的情况，大概率是宇宙漂流族留下的。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建立卫星防御系统？看来问题的根源都在冥王星上。不过，先弄到能量再说。他开启能量数据库，模拟比对授权，几分钟后便拿下了8级权限。他的数据库里存着无数文明资料，就像一个万能钥匙，只要文明等级相近，他几乎都能破解。又过10分钟，他也拿到了7级权限。果然是一群小偷，竟然偷的还是假明星团的机械科技。安晨宇摇头，幸好只是仿制品，不然还要耗上几天几夜。宇宙中的文明等级混乱至极，有时一个看似3级的文明，却能拿出5级武器，一炮轰得你灰飞烟灭。安晨宇当年刚出行时，没少吃过这种亏，那是无数亿年前的事了。他打开防护罩，进入主控能源室，能量被储存在压缩空间内，看似不多，实则庞大。找到食物后，他身影一闪，衣服掉落在地，化作一团青黄色的光，钻进了压缩空间。2个多小时后，光团重新飞出，衣物飘起，安晨宇恢复了原样。背后压缩空间发出一声轻响，随即彻底报废。呵呵，这些强盗还真厉害，居然能完整偷出假明星团的能量。要么他们的科技有怪异之处，要么假明星团内部有内鬼。安晨宇心情大好，他吸收天狼星座留下的储能，几万年积累，才补充了自己能量的 0.17%， 而这一次他直接补充到了 1.22%， 足足提升了 1%。可随即他又觉得不对，假明星团拥有数千万颗星球，数百个星系，他们的总能量加起来也就比这里的能量稍多，怎么可能在一颗卫星里储存9级文明主能量的大部分？实在诡异。难道假明星团被这些宇宙漂流族毁掉了？安晨宇心中生出一丝不安。与此同时，飞船上，晨宇哥怎么还不上来？都几个小时了。刘亚薇有点担心。是啊，有点不对劲。罗蒙也焦急起来。你们还担心他，真是白操心。就算银河系爆了，他也不会出事。苏悠然撇嘴，他了解文明等级的差距，也最清楚安晨宇的可怕。
瞧，不是回来了吗？他指着三维屏幕。安晨宇已经从地下飞出。晨宇哥，你怎么去了这么久？下面有什么东西？刘亚威忍不住第一个问。久吗？几分钟而已吧。下面是一个卫星防御系统，没什么，只有些能量。安晨宇答道。几分钟？你怕不是被冻坏了？我们都等了几个小时了。苏悠然笑着调侃，大家也都笑了起来。安晨宇只是笑笑没说。飞船随即起飞，驶向冥王星。刚一降落，人工智能便发出警告，舱外温度极低，不适合生存，请立即离开。众人查看外部数据，地表覆盖大量固态氮，还有少量甲烷和一氧化碳，温度低至零下238度。这里真是凉快啊！大家打了个寒战。安晨宇却在用计算机扫描整颗星球，很快，他锁定了唯一异常的地方，一座100公里外的巨大山。飞船起飞，不到1分钟便抵达，远看像冰山，近看才发现，那是一艘庞大的太空飞船，它比他们的飞船大出数倍，船身绵延数百公里。刘亚威等人第一次看到外星文明的大型飞船，兴奋之情难以言表，或许他们很快就能进入其中，一睹真正的外星文明。